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订阅我的频道，读懂 K 线背后的秘密。今天是北京时间2022年10月26日上午的8点08分，在这里呢为大家解读比特币的行情。首先我们看一下外围市场道指的表现，那道指呢在昨天晚上出现了一个 1.07% 的反弹，这样的反弹呢是在我们这轮行情预料当中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本轮行情我们看一下周线级别周线级别上道指出现了一个2轮半的周线级别下跌西游，然后周线级别反弹，2轮半的周线级别下跌西游之后周线反弹，然后对称性的周线级别下跌，周线级别下跌结束之后，我们说反弹将要发生反弹的时间级别是由周线级别的下跌转到4小时级别的日线。那么这轮行情呢反弹的非常激烈首先这里面出现了日线级别的反弹，日线级别反弹我们看到现在日线级别上方是存在压力位的，169均线和144均线分别构成了本轮行情当中的压力位目前反弹的目标位已经超出我们的预期，我们之前给出的预期是一个周线级别的位置，周线级别位置呢大概是在31000点，但现在已经到了31836反弹到这里面上方存在2重压力，所以呢未来美股重新回到下跌趋势是很快要发生的事情。这两重压力呢分别是我们看到波峰连线连过来之后在32000点附近构成了一个压力。那第二重压力呢是在这个日线级别上我们已经看到了169均线和140均线在这里面构成了一个压力，所以呢未来一段时间道指呢出现下跌的可能性越来越大那这轮行情结束之后我们会看到什么呢？会看到这一轮下跌的行情同2020年的下跌相互平行，所以呢在目前为止我们没有看到这种平行，为什么呢？因为它要有一个急跌的过程，起码是周线级别的急跌目前还没有过分的急跌的过程所以呢这个平行结构没有发生之前，行情还有可能出现快速下杀，因为无论是比特币也好，道指也好都是处在一个熊市当中，熊市的反弹呢只是现货的一个出逃机会未来还是有一个要下跌的一个过程，同20年的暴跌相互平行的。那么我们看完道指呢，我们看比特币。首先呢，这轮比特币的反弹确实是在我们的这个讲了1个多月的课程当中都在提这一轮反弹呢，它的主要结构就在这里首先呢，我们看到了黄色区域上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构成了本轮行情，本轮的熊市第2阶段行情当中的一个底部。那么这个底部呢是3万美金跌到17605之后出现的17605点出现之后，我们观察到在18500到19000美金这个位置呢形成了一个筹码密集区，并且这个筹码密集区呢经过了1次确认和2次确认后呢，我们发现了长达1个月的震荡在这里面发生这1个月相信很多朋友都是觉得行情走得很难很艰苦，但是行情走到这里，我们最近通过对比分析发现本轮行情在日线级别上同上一轮也就是21年到22年5月份的这轮行情具有非常相似的特点同时都存在了1、2、3、4次波谷。那么本轮行情的第4次波谷呢尚未出现，但是第3轮的波谷的这个位置呢同上轮行情第2轮的这个波谷非常相似相似点在哪儿呢？就是这个位置呢不断的做右空震荡右空震荡之后呢我们看到收敛三角形在这里面形成，并且我们给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点，就是10月31日这一天10月31日这天是在焦点位，那么在焦点位也就是近焦点的这个区域上行情都是容易发生反弹的区域所以呢这一轮反弹已经反弹到2万点上方了我们并不奇怪，行情的规律就在这里面。第3次波谷形成之后大概率会进行反弹，反弹的原因呢是为了回补从3万点到17605这个筹码空缺区。筹码空缺区我们看到1次回补 43% 的反弹，2次回补 23% 的反弹，3次回补呢目前反弹
弹幅度仅有大概13%左右啊，所以呢，反弹仍然在继续啊。我们给出的目标位是21500到22000美金啊，这个位置呢还是相对保守一些的。但是反弹仅仅是反弹，我们看到了外围市场美股，它已经出现了日线级别的反弹。并且它已经顶到了上方空间已经非常不足的一个位置。刚才我们说了，一个是结构上波峰的压力位很快在这里面出现，一个呢是日线级别169均线这里面存在非常强的压力特征，所以呢美股的反弹空间已经不足，所以呢比特币和美股是相对来说同步的，比特币的反弹空间也不是很大因此在熊市当中，无论怎样的反弹我都建议在熊市当中怎么样呢？做空并不矛盾。反弹目前确实发生了，但是反弹力度呢非常弱势。我们看到了美股现在已经走出日线级别上涨西游了，那比特币日线级别上连一个像样的标志性的阳线还没有走出来。我并不认为昨天的这根阳线是标志性的阳线因为标志性的阳线呢一般有非常明显的一个特征，第一个特征呢它是要在横盘震荡过程当中突出于一段行情突出于一段行情，或者是在走势过程当中这根阳线走得非常独立非常独立，所以呢才能做标志性的阳线。那比特币目前没有做出日线级别的上涨西游它的反弹力度呢还仅仅是4小时级别，表现的还是比较弱势很多人觉得昨天反弹很快，是因为行情很长时间没有这么大的波动没有这么大的波动，因此呢我们在做这轮行情当中依然我建议以做空为主以做空为主，耐心等待我们给出的点位21500到22000美金，这个点位做空呢大概率能吃到日线级别下跌的一个利润我们给出的目标位是10500美金这是比特币的最终的目标位。现在行情正在反弹，反弹的结构呢是这个4小时级别，我们看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构成的收敛三角形，近焦点位置发生反弹，反弹它是有底线的是有底线的，我们已经给出了这个目标位这个目标位呢是为了回补3万到17605这个快速下跌的这是第3次回补。第3次回补完成之后呢，一定会有下跌，然后行情重新回到18500美金附近构成4次的波谷。4次波谷完成之后比特币会重新开启下跌。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有江恩定律江恩的4次波谷定律，等位置4次波谷发生之后更容易发生下跌，等位置4次波峰发生之后呢更容易发生上涨。那么现在我们看到了是等位置4次波峰很难发生，目前行情处在一个弱势阶段，4次波谷很快发生，所以呢行情是空头趋势中的反弹在反弹过程当中逐渐布局空单是最理想的是最理想的，也是趋势获利最容易获利的一个方法。毫无疑问呢，昨天以太坊反弹幅度非常大，反弹速度快。那么目前来看以太坊已经突破了一个箱体结构，然后我们看一下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那在这个交易对上来看我们看到它突破了一个日线级别的压力位这个压力位呢困扰了我们很久是在 0.069 附近。在这个位置发生突破之后呢，我们看目前存在的结构上波谷连线在 0.08 附近构成了以太坊的一个压力构成了一个以太坊的一个压力那么行情走到这里面，我们看周线级别的标志性阴线依然存在但是在反弹过程当中没有被杀死，没有被多头杀死，所以呢上方压力位会对以太坊对比特币的速度构成了一个压力这个压力位呢我们刚才看是在 0.08 附近0.08 附近。那么时间级别上看，我们看到目前已经走出了一个4小时级别的上涨西游，4小时级别上涨西游呢很快会到 0.08， 如果到达 0.08 的话，以太坊上涨的趋势就到达尽头。同时呢我们看以太坊对
USDT 的交易对在日线级别上上方压力我们看突破了哪几个首先突破了昨天我们提的5月份波峰压力突破了144日均线，打到169日均线附近之后快速下行，也就是说我们之前给出的三座大山目前在169日这个位置上还存在压力，所以呢，我们布局空单的时候要注意1550美金这个可能是未来以太坊反弹的一个高点毕竟这个比特币反弹空间不足，以太坊虽然是强势，但它的强势是相对于比特币的强势，上方还存在一个压力的情况下我认为还是做空以太坊是一个好的选择。为什么还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看到这轮行情它走出了一个周线级别悟空阴线、8阶阴线，周线级别的8阶阴线组，周线级别的沙僧阴线在沙僧阴线这里反复震荡，沙僧阴线呢代表了我们的人生多震荡之后发生了反弹重新又回到一个8阶阴线组的这个势力范围，所以呢在这个势力范围筹码密集区呢就在1500点到1600点这个附近，再往上走呢压力重重，所以呢以太坊依然是一个好的做空标的之前我们给出的点位就是在1500美金附近所以呢随着它的反弹是你不断布局它空单的时候以太坊周线级别下跌西游的一个目标位呢是在1100美金，跌破1100美金附近，我们给出的最后的一个目标位是在260美金这是以太坊跌幅达到95%之后的一个目标位，这个目标位呢大概率会发生，所以呢在当前反弹趋势过程当中要积极的慢慢的分仓式布局空单。随着比特币的反弹呢，山寨币很多还是出现了一日游的行情因为比特币在反弹过程当中，大量资金通过比特币对山寨币的交易对涌向比特币，所以呢，比特币的上涨，很多山寨呢会有回挫回调的现象，包括 APT 这个强势币种，但是 APT 这个币种上我们看到了一个结构不断的在演化，不断的在发生很多符合规律的东西在这里面都可以做参考。首先是横盘震荡，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横盘震荡做结构，然后近焦点位置发生突破，我们知道近焦点位置是发生突破的位置，然后发生上涨，小日线级别上涨之后重新形成焦点形成焦点之后在近焦点位置发生回调动作它形成了一个小时线的重新形成了与下方平行的小时线的震荡收敛在焦点位我们认为是黑洞在焦点位跌落下来。那么未来是什么情况呢？我认为它有可能会形成一个下跌收敛动作，在这个下跌收敛动作的焦点位置发生一定的反弹之后呢，再重新走它的一个上涨结构。为什么还会走上涨结构呢？因为我们发现平行结构在这里面非常多的出现首先是这里的横盘结构与上面的横盘结构出现了平行，那么上涨之后的回调之后还可能与前面的上涨发生平行结构所以呢 APT 它是一个非常多平行结构的非常有规律性的一个币种，所以呢在这个行情当中你进场之后设置止损很容易在行情里面获利同时呢我们前两天提到的这个 DC 最近的这几天涨势也非常好，并且在高位已经出现了稳定的特征那么它的这个结构呢正在不断的变化，首先是形成焦点之后跌破焦点，但是重新反弹上来，它的一个结构就会发生变化发生什么样变化呢？我们看它的一个角度大的收敛三角形，现在已经变成角度窄的一个收敛三角形，在这个收敛三角形当中是酝酿多头趋势的一个结构。这个多头趋势呢，可能是在近焦点位置上发生上行动作，也可能是这样跌破之后获得支撑，获得前面筹码区的支撑，然后绕行上来。所以呢，在当前价格上可以进行一个定的仓位布局，因为它有可能拉升，所以呢要有仓位。同行情一定要发生关系的前提就是要有仓位和行情发生关系之后呢，你才能在行情当中获利，否则呢，你只是一个局外人。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对我 K 线西游战法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在淘宝网、当当网上购买我的这本同名书籍。同时，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关注，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加入我的 Telegram 群或者 VIP 群，感谢大家，再见。